这天，小树蛙与狐狸猫在整理实验教室。小树蛙整理到一箱被胶带封住的实验器材，因此他询问狐狸猫是否有美工刀，可以用来拆开纸箱。狐狸猫点点头，表示自己有美工刀。狐狸猫将美工刀递给小树蛙，小树蛙拿到后发现，美工刀的刀片全都生锈了。于是他灵机一动，便问狐狸猫：“你知道刀片生锈是发生了何种反应吗？”狐狸猫回答：“我当然知道喽，前几堂课有学到，刀片生锈是因为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。”小树蛙拍拍手，称赞狐狸猫真棒，没有忘记之前学过的内容。他接着又问：“那你知道氧在氧化还原反应中是扮演了什么角色吗？”狐狸猫想了想，他觉得氧在反应中应该是扮演了把物质氧化的角色吧。没错，氧在反应中为氧的提供者，扮演了氧化剂的角色。简单来说，在氧化还原反应中，氧化剂会把其他物质氧化，而还原剂则会把其他物质还原。狐狸猫还是觉得有点疑惑，不太明白氧化剂和还原剂的意思。小树蛙说：“别担心，我们来用之前做过的镁带燃烧实验举例好了，这样你就会明白了。”在前几堂课的镁带燃烧实验中，我们学到镁与二氧化碳作用后会形成氧化镁，称为氧化反应，而二氧化碳与镁作用会转变成碳，称为还原反应。此外，在这个化学反应中，因为二氧化碳将氧气给了镁，形成氧化镁，因此二氧化碳在反应中扮演着氧化剂的角色。相对的，由于镁将二氧化碳中的氧给拿走了，还原成碳，因此镁在反应中扮演了还原剂的角色。听完小树蛙的解释，狐狸猫灵光一闪，也就是说，氧化剂会氧化其他物质，但本身被还原，而还原剂能还原其他物质，但本身被氧化。小树蛙称赞他逻辑很清楚呢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了解了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定义，小树蛙问狐狸猫还记不记得前几堂课的元素拔河比赛呢？狐狸猫表示，他记得在进行元素拔河比赛时，有5位参赛选手，分别为钠、钙、碳、铁、铜。小树蛙接着问，那你还记得5个元素里，哪个元素最能从氧化物中抢走氧呢？狐狸猫点点头，表示记得。当时钠元素是第1名，钠很容易与氧化物产生反应，抢走氧而形成氧化钠。没错，而且当时我们还有以活性来排列5个元素，其中钠的活性最大，其他元素的活性大小依序为钙大于碳、大于铁、大于铜。由比赛结果可以推论，当物质的活性越大时，越能将氧化物的氧给抢走。换句话说，活性越大的物质，因为它很容易抢走其他物质中的氧，所以越有机会成为还原剂，将对方还原。狐狸猫接着说，所以活性越小的物质，例如氧化铜，因为它很容易被其他物质抢走氧，而将对方氧化。一点也没错，小树蛙称赞狐狸猫的逻辑很清楚呢。狐狸猫神气地说，那是当然的喽，我可是很聪明的。小树蛙听了哈哈大笑，便决定考考狐狸猫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了解了。答案是碳，因为碳的活性大于铁，在遇上氧化铁时，有较多的机会变成还原剂，将氧化铁中的氧给抢走，并还原成铁。小树蛙点点头，称赞狐狸猫回答得真好。看来狐狸猫对氧化剂与还原剂以及活性的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呢。狐狸猫也很开心，
今天又学习到新的知识了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在氧化还原反应中，氧化剂是指会氧化他物，但本身被还原的物质，而还原剂是指会还原他物，但本身被氧化的物质。每代燃烧实验中，二氧化碳为氧化剂，它将氧气给了镁，形成氧化镁；而镁则为还原剂，它将二氧化碳中的氧给拿走，还原成碳。活性越大的物质，越有机会成为还原剂，因为它容易把其他物质的氧抢过来，而还原他物；而活性越小的物质，越有机会成为氧化剂，因为它容易被其他物质抢走氧，而氧化他物。这几堂课程，我们学习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原理，也从实验中认识许多化学反应式。想一想，并观察化学反应式中的氧化数，在氧化与还原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什么变化呢？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。